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6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这几天住隔离酒店的生活。前天呢，其实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也是我们第2个纪念日。结果就在隔离酒店刷新健身环大冒险的记录，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我们好像还没过过一个像样的结婚纪念日。去年这个时候，澳洲各地都已经因为疫情封城了，餐馆什么的也都只能外卖，所以那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澳洲的囤手指狂潮吧。本来我老公准备了香槟，打算去公园野餐庆祝一下我们第1个结婚纪念日，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原因是防疫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年3月份就经常要加班到凌晨。那天晚上回家都已经天黑了，于是我们2个就在客厅沙发，然后一边喝着香槟，然后一边吃肯德基的薯条，度过了我们第1个纪念日。希望以后的纪念日能够正常一点。台湾这边要求的是要检疫14天，但是是14个24小时，为了方便管理都是要求住15个晚上。我们是周5住进来的，所以要2周之后的周6才能离开。其实我们就是住进来的那个周5早上6点就入住了，所以就好像比他要求的14天还多住了1天。不过算了，就当是多吃了3顿免费的饭。我们由于是2个人带着6个月大的宝宝，然后他现在已经会翻身了，还能自己动，然后会到处乱啃，然后我们就申请了共同照顾。到订酒店的时候呢，也考虑3个人的活动空间以及宝宝的需求。就提到我们原本是要住豪城大饭店的，但是因为那边发生了火灾，我们没办法入住，所以被转到了现在政府安排的检疫场所。这间酒店呢，所以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只是入住的时候尽量要求让他安排比较宽敞的房间，然后酒店工作人员很照顾，就非常照顾我们，给我们安排了6人房。结果我们进来之后才发现，这边居然是上下铺6人房，下面4个人，上面2个人。我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房间的面积其实是真的不小，大概可能30平米吧，但是洗手间占了1半，给大家看一下。这两边是2个洗手池、2间厕所，还有2间淋浴。我其实一直都梦想是说住的地方能是这种2个水池，然后2个淋浴，早晨起来可以相互不影响，没想到在这里实现了。小琪琪有本书描写我们的隔离生活，其实非常贴切。这本书叫做《Wombat Diary》袋熊日记，我打开给大家念一下。这本书是英文的，然后我就可以用中文念一下。周1早上睡觉，下午睡觉，晚上吃点草抓抓痒，夜里继续睡觉。星期2早上睡觉，下午睡觉，晚上吃点草，夜里继续吃草，觉得吃草太无聊了，抓抓痒，抓不到啊，然后继续睡觉。所以基本上是我们隔离生活的贴切描写。不过既然住进来了，就不要这么多要求了。我们会好好配合检疫工作，待满15天。于是我们就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一边是休息区，一边是娱乐区。休息区这边是3张单人床拼到了一起，除了晚上睡觉之外呢，白天还是小琪琪的活动空间。然后他会在这边就是爬来爬去，然后玩他的各种玩具。娱乐区就是有电视的那一边，留了1张单人床当沙发用。这边有一个去上铺的梯子，就被我的瑜伽垫挡住了，那个梯子就被我们挪到旁边当书架了，刚刚好。这边两边的
床还有中间的床头柜现在有一个空隙，然后我们正好就把行李箱塞到那个空隙里面。其实我前2天恍惚之间有一种坐火车的感觉，这边就又是上下铺，然后这边就是发黄的白炽灯，也不能出门，床的一边有一个窗户，还是这种的窗帘。最主要的是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看到脚下就是行李箱，唯一不同的是窗外的风景永远都一样。Put your feet on the window. That's one of your old favourite games, isn't it? 先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几天不能出房间，我们到底吃什么？我们在入住之后呢，被告知这边不能点外卖，所以没有选择，只能是说吃这边的盒饭。其实这样对我们选择恐惧症人群其实是太友好了，每天都不用发愁吃什么，能减少90%的烦恼，大幅提升了幸福感。本来以为条件会很艰苦，每餐都是盒饭，最多3个菜，然后也不一定好吃，都做好了挨饿减肥的打算。结果到了一看，伙食不要太好，早晨一般是主食再加上小吃，然后喝的还有水果。喝的一般就是什么豆浆啊、米糊啊、红茶啊、奶茶，反正就是换着样的来。中午呢，一般是6菜1汤加水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过去几天的菜单。晚餐是更夸张，8菜1汤再加上饮料。这边就是每天早8点、中午12点、晚上6点准时投喂。啊，有没有？有没有？这都是妥妥的养膘的节奏啊！我觉得我们隔离结束的时候，可能一家3口的脸型都会向小琪琪靠拢，就我们3个人的脸大概就都是这样子了。然后这些菜就都是放到饭盒送到房间门口，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发放物资的小凳子，工作人员呢送餐之前楼道里会广播，隔离的客人千万不要开门。然后等送餐完毕呢，楼道里面他会再广播，就说大家可以开门吃餐了。垃圾也是每天下午准时收垃圾。就这样，每天有那么2秒钟的放风时间。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呢，就其实没剩几个小时了，一大半的时间都会陪他玩，会陪小琪琪玩，就给他讲故事啊，跟他做游戏，他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视频什么的。Hit them with your drum. Boop, boop, boop. Or just grab them and eat them? Okay. Either way. Come on, puppy. Look.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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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Like a frog. Back in your... Oh. Yeah, good boy. You like the monkey. Good. Mr. Fox, Mr. Frog, Mr. Monkey. He's Yeah, gonna it's go always for the Mr. book. Monkey. You're gonna go for the book. You're gonna go for the book, are you? Or mummy's phone? Oh yeah. You're a little bookworm.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he said. Oh, I don't think I could guess that. This much, said Little Nut Brown Hare, stretching out his arms as wide as they could go. You see? 剩下的时间呢，还要活动一下，锻炼一下身体什么的。万幸的是，我们带了健身环大冒险，去年这个时候可是一环难求。除了以上的这些呢，我剩余的时间就是制作 vlog 和大家交流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地方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觉得我这期视频
录的不错的话呢，就请大家帮忙点个赞，然后记得订阅和分享哦。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大家再见，大家说再见，再见。好吧，说一下这边的槽点，最大的槽点是不能叫外卖，然后也不能请商家送货。我还特地打电话和他的前台确认，然后还是被告知没办法让商家送货。还好我们带了咖啡，然后还有带足了就是婴儿食品还有尿布，不过就没有牛奶，这一点真的是很痛苦。其实我还发现这些天的饮食里面也都没有牛奶，而且也没有牛肉，就不知道是因为成本的问题，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比如说宗教啊之类的，我还不太清楚。有天奶奶还问酒店几天一次有洗衣服务，然后我们俩就都一脸懵逼，什么洗衣服？我们都是自己洗啊。然后他又问那是给你们搓板吗？你们自己洗？然后我就给他看一下我们发的那块洗衣皂。其实还好，因为夏天的衣物也不多。除了以上的这些，我每天的剩余时间就是学习制作。看我，看我。 Me, look at me. What about me?